大家好，这里是梅梅音乐平台，看影片学唱歌，我是梅梅老师。想和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这里的一些看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学员。沉默是黑夜，我独自欣赏很长。为什么天黑？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在他唱这前面两句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呢听起来好像在嘴巴里，然后呢，实际上他的这个连接就是轻轻在鼻腔到头腔上的这个声音是有一个连接点的、连接线的。我们在听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就在你身后，等下一个彩虹。当我们听到停留这句的时候，这两个字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这个声音呢，跟这个头腔的连接点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是在一开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如果他在一开始唱歌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头腔的轻轻的连接点的话，他在刚才那个地方就会出现要转音的现象。但是我们明显听到非常开阔，没有一点转音的痕迹，而且他的声音音色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特别。他唱歌呢，非常非常的自然。没有一种很做作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没有那种，有些人学过声乐以后呢，会有一种痕迹。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最终表达作品的时候，要以一个自然的状态表达作品本身为主，而不是技巧为主。那这一季的第一期的，我觉得看点特别的多。我想不光是在唱歌方面和大家分享，也通过很多导师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谈话哈，他们在抢人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种种表现，他们说出的语言，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作为第一个学员呢，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每一个战队都很想要到这个学员，因为这个学员的声音呢，他的音色变化很多，可以说他可以唱传统的就是普通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声音很有特色，也可以唱摇滚。就是他的声音呢，他的这个位置呢，他可以调得很空远，就像李健老师讲的，每一个战队里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音色，可以这么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她有提到，就是说她有学过音乐，然后后来父母呢，家里人就说希望让她回来，不要在外面漂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为她高兴，也为她难过。高兴的是说呢，今天呢，她终于这么幸运的能有这个机会站到了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所以我觉得她是幸运的，为她感到高兴，为这个孩子。难过的就是说，因为可能，作为在国内以前也有过南漂经历的我来说，我通过看到他会回想起过去的自己的20多岁的时候那段时光。当然，不光是我自己，我也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和我一起的同伴们，他们也是抱着这样的音乐梦想，和这些孩子一样。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时期，有这么多的比赛啊，有这么多的一些节目可以让我们能够出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个时候是整个大陆流行乐坛的一个冰冻期，可以说当年很有名的那些大咖老师，他们都没什么事做，更别说我们这些去什么北漂呀、南漂的这些小歌手。所以说，我们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在我们的同伴当中，我记得当时也有很多人唱的也非常好，然后也有很多人跟这个孩子一样，也是那种傻傻的、很执着的，没有很多企图心的那样子的一个对音乐的热爱，就想把这个自己爱的这个东西歌声分享给大家，还有自己的音乐。但是呢，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平台去展现自己，而且会受诸多的限制。在我们那个年代呢，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几乎都要靠先是通过这个电台的打榜，然后之后呢再做 MTV，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台的一些媒体的这个宣传。但是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呢，大家都可以首先也有自媒体啊，自我的推荐。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歌手真的比我们以前幸运多了。虽然可能他也会碰到我们当时所碰到的所有的一些辛酸，比如说，如果你在哪个城市去漂的话，想完成你的梦想的话，你一定要牵扯到一个生活问题。
你的生活的来源啊，你的吃饭问题，还有交房租啊等等这些，那你不可能伸手跟家里要钱，你自己一定要出去工作。那普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一定是不能够满足你的这种梦想，那你一定要跟你的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很多人会选择去跑场啊，去酒吧唱歌啊，去很多地方就是晚上去工作，那然后呢，白天要会联系很多的音乐人呐、或者做自己的音乐创作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么多的痛苦之后呢，还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在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上展现自己，所以我真的为这位学员高兴，也为这个孩子感到欣慰。因为我当年真的也在我的同伴当中看到和他一样有这么歌唱才华的、有这么有实力的歌手，他们也是非常伤心的回去了，就是离开了当时我在的那个广州那座城市。当时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说，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呢，来了一批年轻的人，就好像一个年轻的血液、年轻的生命来，整个把这个城市装点起来，一切都是鲜活的、有活力的。但是呢，这些人他都会年长，慢慢的年长，慢慢的老去。比如说20岁去到了广州，可能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呢，对于一个女生，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如果你找一个普通的工作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你在你的这个职位上已经做到了一个级别，但是对于歌手这个行业的话，可能10年你没有做出来什么，你还能做什么？你还会做什么？将来你就是回到你的家乡，你还去做什么呢？所以这都是一系列的现实的问题。所以，就是看到了这个节目这里呢，也就是有感而发吧，跟大家就是聊一聊。那我希望呢，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我希望在聊这些比赛的时候，我不只是去聊一些就是这些歌唱的技术啊，怎样啊，我更希望的是透过这样的节目，可以聊一些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故事，感人的故事，可以跟这个节目可以 match 到一起的。我觉得，因为有感而发的这种分享是最真实的，有时候这种珍贵的经历和这种共鸣，比节目本身还更重要。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虽然这个孩子说他很愚笨，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睿智的孩子。他的聪明和睿智就是在于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导师李荣浩。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在很多一些新歌声里面哈，中国好声音也好呀，或者是中国新歌声这些选秀的节目比赛当中，有很多人在比赛的时候非常火，因为这个节目有很多人看。但是看完这个关注热度之后呢，后期能够在这个乐坛上发展的歌手寥寥无几。可以说他们在那一刹那的光芒，也就是说这个《好声音》的节目带他们到一个非常大的舞台啊，这个就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焦点。但是能否今后走下去，跟他将来的发展和他在选择这个战队的导师是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他非常的聪明，他选择了李荣浩呢？就以我一个过来人，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追求这个音乐的梦想，然后走到今天，我还是在坚持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虽然我没有做现在的流行歌曲，也在做一些流行和就是传统美声之间的一些跨界的一些音乐，但是也是一种音乐的坚持吧，就像是他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说做音乐呢，实际上如果你不要在意那个身份，比如说现在我的身份是歌唱老师，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歌唱的演员，但是呢，如果你不在意这个，就是给你挂一个什么名的这种身份，而是你真的很热爱音乐本身的话，你永远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湾区呀，或者说很多身边的朋友跟我学唱歌的朋友，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前途，但是呢，他们也觉得音乐呢是让他们生活更加幸福、更加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才来跟我学唱歌，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在完成他们的这个小小的梦想。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也是在比如说我喜欢老上海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歌唱的这种唱法，那我也在这条路上去摸索，甚至在做这个以他的这个音乐为基础的这种音乐方式来做自己的原创，希望也参加一些比赛。那无论结果如何，但是呢，我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也是在一个梦想当中，也是在这个梦想当中的路上去行走吧。那作为这个女孩子来说呢，她选择了李荣浩。以我的经历来说，李荣浩他是一个做编曲这个乐手出身的，然后他的这个作品，他
她这个女孩呢，我觉得她唱歌呢，是更适合跟一些现场乐队这种 live 合作的这种有爆发力的这种歌手，也可以说她可以唱歌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她唱歌的细腻度也很强。因为有很多歌手呢，他如果唱得很细腻的话呢，这个高音和这个跨度力量就达不到。但是他呢可不一样，他是呢既有细腻，又有很强的这种力量，和这种跨度。所以呢，我觉得他和李荣浩的合作将来会擦出火花。那作为一个编曲出身的一个老师，那他会帮他设计很多很多适合他的音乐风格和音乐编曲。因为我们在歌唱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呢是其中一个。我们的歌手要想出彩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编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衬托这个歌手，可以把一个很普通的一首歌，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更加的把这个歌手的亮点发挥出来，让我们这个歌手更加的就是推广在这个媒体大众面前。所以这个幕后的这个制作老师是功不可没。就像以前我写一些歌曲，那然后很多朋友说啊，你写的这个歌很好听，我说你错了，其实我写歌曲呢，旋律是一方面，那是当然我是在这个音乐方面也有一些感触，但是呢，让这个音乐作品更好的展现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制作团队，我的制作老师。Andy 老师呢，他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如果没有他的 support，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呢，我的这个音乐作品呢，根本就无法这么完美的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音乐风格和这种她选择的这个导师非常有关联。那将来呢，比赛结束以后呢，她还会有另外的发展空间。你要知道，每一个导师呢也有他自己的人脉渠道，那你连接上这样一个关系的话呢，对他将来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有些人他是走甜美类型的，要拍电影啊等等等等，可能是跟另外的导师有其他的连接。那这个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讲。好的呢，关于第一位歌手呢，我们先分析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第二位选手。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好想迎着辉煌奔向你昨日的晴空，随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之中。你在吗？哇，这第二位选手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他的这个形象也非常好，非常开朗、健康、活泼的样子。然后呢，声音非常的干净，而且呢，他的声音和第一个学员也是一样，他一开始也是有头腔的连接，而且他是很轻的进来，然后之后再跨度。所以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会看到他的嘴型也是上面的这个牙齿有露出来微微一点。其实在我讲课如果唱高音的时候，我分析过很多歌手的一个类别，就是像吃苹果一样，但是只是上面的这个牙齿嘴唇往上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这一点很重要。说到这里呢，就要不得提一下，就是很多学唱歌的同学和朋友，每次一来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哎呀，那个人家的声音很有力量啊，所以他从低音开始就把自己声音弄得很沉很死。那我一直讲一件事情，我说你要从高音先算你的力量，就是说你不要管别人的力量有多大，他大是他的事儿，因为他头腔的这个共鸣，他整个已经练到那个级别了，他就可以出来那么大的力量，可以从低音到中音到高音，完全可以 handle，可以把握。但是你的声音明明就是，如果你在低音这么大的声音，然后这么大的面积的冲击力，你到高音的时候根本无法 handle，在一个音区的时候就换声点特别的明显。首先我说你要拉开这个，就是让换声点的这个尽量减小的话呢，首先先是在你的音量上、力量上先做一个文章，以你的高音为基点，以你自己的高音为基点，而不是对某某歌星的高音为基点，以你自己的高音为基点下来，找到这个音量之后，慢慢的往上。所以通常呢，我都会让大家找弹唇呐，就是唇颤音这样子的方式，像静悄悄说话，就是自己跟自言自语的那种力量，慢慢的去走，从低音 run 到中音到高音，然后再从高音下来，这样来回游走的比较顺之后，慢慢的久了之后呢，慢慢的这个音量会慢慢的扩大再加大，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很多学唱歌的朋友他就受不了，他一来学唱歌觉得不行，自己的声音只要一小一出不来他就很憋很难受，然后他就很急促的就会催促老师说，哎呀我这个声音不行啊，要这样就不行不行。其实这样呢就是弄得很多的歌唱老师也会很难过，因为他知道你如果不老老实实的，不怎么说呢，不按部就班的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往前走的话，你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但是很多同学就因为心急，他太心急了，所以总是认为说，哦，这个声音我一定要唱出来。结果他练了蛮长一段时间，还不如老老实实从这个声音小开始唱起，这样练的速度快，因为他不肯改呀，不肯改，这个肌肉状态就永远改变不了，然后他的进步就会很慢。所以呢，你看，我就经常说，唱歌是一种巧妙的力量，不是做苦力。所以你看，这两个歌手前面这两位都是，虽然他们后面听起来声音开阔度很大，但是声音都听起来让你觉得有一种松的感觉，并不是说那种紧紧的去咬住每个字，然后前面怎么使劲，然后在后面又怎么使劲，不是这样的，完全都是一种很放松的一个自然状态。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音色，听起来多开阔就是多开阔。比如说第一位选手，他的声音就比较怎么说，就比较有沙哑的感觉，那种开阔空远的。但这个歌手呢，这个男孩子呢，他的声音也很开阔，但是声音听起来明显很干净，听起来并不是音色，听起来并不是很宽广那种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年呢，我看这个好声音的这个整个导师他们在抢学员的时候也非常的有趣，就是往年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今年的看点更多哈，特别是对李健老师的了解，就是以前只是觉得他比较斯文，然后唱一些歌总是有诗啊、远方之类的，就特别文艺的一个人。那这次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就看到他有时候真的是蛮搞笑的，就是说的一些话也挺有，就是搞笑的里面是有一个深度在里面的。然后几位老师接话，互相之间丢这个话的时候也丢得很有意思。那在看到这个学员讲到他的一点经历，就是说他在那个川音嘛读书，然后复读之后再去考。我就想到了，就是说以前特别是现在很多学校音乐学院都有了现代流行艺术这个学科，也就是专门学这个流行唱法，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的。熟悉这一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过去啊，学流行歌是算是比较叛逆的小年轻吧，就是觉得只有美声啊、民族啊才是阳春白雪，那个流行就属于上不了台面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个比赛。那现在呢，既然在这个各大的音乐学院里面都有了很好的专门教流行音乐的歌唱的老师啊，我觉得对于现代的孩子来说，真的是学习这方面的资讯和环境也比我们那时候好了很多，这点是我最大的感触。然后呢，当然这个选手呢，这个男孩子呢，他的声线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但是干净里面他也在做一种声音，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想做一种沙哑的那种哑音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问过我说，美美老师，我有一个疑惑哈。以前在听歌的时候就听到很干净的声音，大家都很喜欢。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导师就是明明那个歌手唱歌唱得很好，声音很干净，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哑音啊，或者是类似烟酒嗓子之类的这种音色，就很多导师就他唱得再好，都不会为他转身，而且就是说。总是会认为他是那种声音辨识度没有那么强的歌手，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问我的这个学生也很有意思，他是在美国长大的 ABC。那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可能是音乐呢，流行音乐它是随着时代的不断的推进发展，就是审美。我不觉得说以前的这种审美就过时了，就说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的一个对流行歌曲的一个要求和定义，就是像一些语言一样，比如说说一些话的话，可能当下会有一些流行出来一些什么时髦的词语，那唱歌也是这样子。那可能一段一段一阵一阵的哈，可能这阵子大家会觉得是这样，但是可能没准这个所谓辨识度的声音出来的很多了以后，大家又想听一把很干净的、很清澈的嗓音，就像李健老师在多年前吧，他那个时候
的歌唱事业呢，他那时候的歌唱事业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火，而且那个时候他在歌坛上就有很多人觉得他的声音也是非常干净啊，等等等等。但是随着我们听多了太多太多的那种比如说沙哑呀、烟酒嗓啊等等等等吧，或者是见识过太多的风景之后呢，我们又回归到那种一种很干净的、宁静的一种状态。我觉得音乐和这个服装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流行喇叭裤啊，或者流行那种什么萝卜裤啊，大家当时就觉得自己很牛了。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多牛啊，我们穿喇叭裤，可能这是人家几十年前已经流行过的，对不对？只是现在又翻出来。所以我觉得歌唱的这种审美啊、欣赏啊、内心的这种享受度啊，可能它都是有一个轮回的啊。可能人这一个阶段接触这方面音乐多了，听的这种声音多了，一段时间也会有疲惫感、疲惫的感觉，可能另外一个阶段又想做另外一种事情。当然，这只是从一个大众的一个审美的那个角度来讲，但是作为一个歌手，作为一个成熟的音乐人，无论时代是怎么样推进的，或者是当下流行什么，作为一个成熟的音乐人来说呢，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去追当下的时代。真正能出得来的很好的音乐人也好，歌手也好，他们都是坚持了自己对自己音乐理念的判断，有时候往往是跟这个时代人相反的。也许觉得他们的音乐风格甚至是不适宜这个时代的，但是他们就是逆流而上，做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和伟大的歌声。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分享的话呢，希望您不要吝啬，您可以帮我点个赞，然后呢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进来我音乐平台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点击订阅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吗？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